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來到看大陸節目，我是真言。周二晚，局勢驟然升級。美國中央司令部司令海軍上將布拉德·庫珀在社交平台上毫不掩飾地表示，美軍已全面封鎖伊朗港口，以維護美國在中東的海上優勢。他還進一步地點出要害：伊朗經濟約有90%依賴海上國際貿易，而封鎖實施不到36個小時，這條命脈已經被徹底掐斷。這番表態不是警告，而是已經落地的窒息式打擊。行動從美東時間周一上午10點正式啟動，所有進出伊朗港口的船只都被納入封鎖範圍。中央司令部強調，這次行動對所有國家船只一視同仁，覆蓋波斯灣與阿曼灣的所有伊朗港口。與此同時，美方刻意留出一道口子，不會阻止船只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前往非伊朗港口。既展現控制力，也避免被指全面封鎖國際航道。更具威懾意味的是同步展開的軍事部署。一架 F-35B 閃電2戰鬥機已經在黎波里號2棲攻擊艦甲板待命，隨時可以起飛執行任務。這艘搭載約3500名水兵和海軍的陸戰隊員的2棲攻擊艦，正在阿拉伯海執行封鎖任務，成為這道海上封鎖線的重要支點。與此同時，多艘導彈驅逐艦也已加入行動。這類艦艇通常配備超過300名訓練有素的水兵，具備強大的攻防能力，意味着這不僅是一道檢查線，更是一道具備隨時升級的軍事衝突能力的前沿陣地。根據船舶追蹤數據和軍方消息人士透露，目前美國海軍在中東地區至少部署了18艘艦艇。這樣的規模本身就是一種信號，這場封鎖不是短期姿態，而是已經做好持續對抗準備的系統性行動。另外，美伊雙方正在推動新一輪談判，伊朗方面則考慮採取短期降速的策略，暫時減少甚至暫停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的石油運輸，以避免在封鎖初期直接觸碰美軍底線。這一步看似是緩和動作，但背後的衝擊遠不止中東本身，尤其是對中國來說，這幾乎是一個卡喉嚨的位置。外界也觀察到，在這條中東最關鍵的能源動脈被捲入多層博弈時，真正被直接頂到壓力前沿的其實就是中共。伊朗原油的重要流向正是中國。2025年，根據行業數據，中共每日從伊朗進口的石油已達約138萬桶，佔伊朗出口的絕對多數。換句話說，對伊朗而言，中共已經不再是重要客戶，而是幾乎唯一能夠維繫其財政運轉的生命線。在最困難的階段，是來自東方的需求，讓德黑蘭沒有被徹底拖垮。有末日博士之稱的經濟學家努里爾·盧比尼近日指出，對中共而言，海上通道一旦被卡，能源供應、運輸成本乃至整個工業體系都會被連鎖牽動。這種級別的封鎖行動不僅會推高地區緊張趨勢，還會直接為中美關係增加新的不確定性。從他的判斷來看，這場圍繞海上通道的博弈不會在短期內結束，即便壓力不斷加碼，伊朗方面也不太可能迅速讓步。整個僵局可能會持續2到3個月，甚至更久。他特別提到，現在的狀態很可能打亂原本計劃在5月舉行的中美高層會晤節奏。更重要的是，這種封鎖本身就帶有明顯的對抗信號。盧比尼直言，在這樣的背景下推進高層互動，本身就缺乏建設性，因為一邊在施壓，一邊又希望談判取得突破，這種邏輯本身就是矛盾的。從中國的角度來看，局面顯得尤為被動。一方面，在中東地區累計高達數千億美元的投資，使其難以置身事外；另一方面，能源安全又高度依賴該地區，一旦局勢失控，風險將同時體現在供應、價格以及海外資產安全等多個層面。亞洲集團大中華區合作人陳述也指出，中國在波斯灣的利益非常龐大，不僅涉及能源資源，還包括人員與投資安全。在當前局勢下，北京實際上是在做一件難度極高的事情，
一邊要推動局勢降溫，避免衝突失控，另一邊又要維持與海灣國家的關係，確保合作不斷裂。我們還看到4月14日，中國最新一輪經濟數據出爐，已經展示出很嚴重問題。中國海關總署公布的數據顯示，3月份中國出口同比僅增長2.5%，而市場此前的普遍預期是8.6%，兩者之間的落差非常明顯。這已經不是簡單的增速放緩，而是外貿動能在關鍵點出現了明顯下滑。從能源數據來看，這種衝擊更加直觀。3月份，中國天然氣進口量同比下降10.7%，降至3年半以來的最低水平。原油進口量也同比下降2.8%。在運輸層面，由於霍爾木茲海峽通行受阻，航運成本明顯上升，相關船隻的通行效率與安全性都受到影響。另外，這場圍繞伊朗的博弈，表面上看是美伊對抗，但越往深處看，層次就越複雜，甚至已經出現了內部裂縫加外部介入的疊加局面。首先，一個非常關鍵的變化是，伊朗內部並不是鐵板一塊，行政當局與伊斯蘭革命衛队之間正在出現越來越明顯的立場差異。但真正讓局勢變得更加複雜的是外部力量的深度介入。旅澳學者袁宏斌在接受採訪時透露，伊朗革命衛隊之所以在遭受持續打擊後依然保持強硬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背後存在來自中國的直接支持。在他的說法中，這種支持不僅體現在物資層面，還包括技術與體系層面的深度介入。比如，伊朗長期引以為核心防禦體系的地下隧道網絡，被指有外部技術參與建設。同時，通過海陸和陸路的隱秘輸送，一些關鍵裝備與零部件仍在不斷流入。這意味着，即便在封鎖與打擊之下，其軍事體系仍然具備一定的恢復與對抗能力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伊朗內部的權力結構也可能正在被外部因素重新塑形。袁宏斌提到，有來自體制內的消息顯示，外部資金正在被有針对性地輸送給革命衛隊系統，從而強化其在國內權力結構中的地位。這就帶來一個直接結果，即便行政系統有意緩和局勢，強硬派依然有能力頂住，甚至主導對外立場。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，另一條更具衝擊力的消息被曝光。根據 CNN 引述多名熟悉美國情報評估的人士披露，中共正在籌劃向伊朗交付新一代防空系統，而且刻意通過第三國轉運，以掩蓋真實來源。這種繞道輸送本身就說明問題已經不只是支持，而是帶有明顯的規避與對沖意味。消息曝光後，唐納德·特朗普迅速做出強硬回應。他在周四明確表示，如果相關報道被證實，美國將考慮對中國商品加徵高達50%的關稅，作為對其軍事支援行為的懲罰。他將這一舉措定性為對武器擴散與地區不穩定的必要回應。這等於把問題從安全層面直接推向了貿易與經濟對抗層面。面對外界質疑，中共方面很快出面否認。中國驻華盛頓大使館發言人劉鵬宇在接受採訪時表示，中共從未向冲突任何一方提供武器，並稱相關說法屬於無端指責、惡意掛鈎及煽動炒作。但真正讓這件事變得敏感的，不只是說了什麼，而是過去做過什麼。多年來，中共與伊朗在軍事技術、能源與經濟領域的合作一直存在。這種現實背景讓外界很難簡單地把這類指控視為單純的輿論操作。也正因為如此，這一次的否認反而與既有認知之間形成了一種明顯的張力。更深一層看，這件事如果屬實，其實意味着一個更大的變化正在發生。中東這場看似是美伊對抗的衝突，正在被嵌入更複雜的大國博弈結構之中。表面是地區安全問題，底層卻是技術、供應鏈與戰略影響力的重新分配。而當這種暗線操作與公開對抗同時存在時，局勢就會變得格外難以預測。當這些
暗線逐漸浮出水面，整個局勢的性質其實已經在悄然改變。中東這場表面上的美伊對抗，正在被嵌入更複雜的大國博弈結構之中。從俄羅斯、伊朗到委內瑞拉，幾條戰線同時燃燒，看起來是多點爆發，但如果把視角拉高一點，你會發現這背後其實都在圍繞一個核心：如何牽制中國。但問題是，想壓制是一回事，真要動手又是另一回事。短期內，沒有人真的願意把局勢推到直接對抗的程度，所以你會看到一個很微妙的現象：一邊是對抗在升級，另一邊卻在對北京留守。最典型的就是美國的策略。很多人原本以為美國會在關稅、科技封鎖、出口管制上全面加碼，但現實卻是並沒有想象中那麼狠，甚至在一些節點上還有所鬆動。尤其是在5月可能舉行的中美高層會晤前，這種收一收的動作就更明顯了。為什麼？說白了，美國現在有更緊急的事情要處理。華盛頓需要北京在某些關鍵問題上別添亂，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配合，比如把德黑蘭和莫斯科重新拉回談判桌。與此同時，北京手裡也不是沒有牌，稀土、供應鏈、市場，這些都是現實籌碼。再加上華爾街長期以來對中國市場的依賴，美国內部本身就存在掣肘。你可以把現在的局面理解成一種邊打邊穩的狀態，但這只是表面。如果你順着中東這條線繼續往下看，就會發現另一層更直接的衝擊。比如霍爾木茲海峽這個全球最關鍵的能源咽喉，現在已經變成博弈焦點。一旦這裡被卡，不只是伊朗受影響，整個能源鏈條都會被牽動。更有意思的是，伊朗甚至開始試探新的規則，比如要求部分石油交易用加密貨幣，甚至用所謂的石油人民幣結算。這背後其實就是在挑戰現有的金融秩序。如果這種模式真的被放大，你可以想象接下來誰會跟進？答案很可能還是中國。再往前推一步，如果這種用通道當籌碼的玩法成立，那未來在台灣周邊會不會出現類似邏輯？比如用封鎖去影響全球最先進半導體供應，這已經不只是猜測，而是一種正在被驗證的路徑。所以你會發現，美國現在的打法其實很清晰，不急着正面碰中國，而是先從它的外圍開始動手。伊朗在被壓，委內瑞拉能源被重新納入美國體系，俄羅斯被拖入長期消耗戰，一步一步削弱這些外圍支點。等這些點一個個被打掉，中間那個大目標自然會變得更孤立。而北京這邊的策略也很典型，盡量不正面下場，但通過各種方式輸血，比如能源交換、技術轉移，甚至通過第三方渠道進行支持。這種做法的好處是靈活，但問題也很明顯，一旦被坐實，代價會非常高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，請記得點讚、訂閱、留言，並分享給您的朋友。感謝您的支持，我是真言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